注意看，这是特异功能人发功的真实影像。这段视频拍摄于1997年，影像中有个神秘的人在用意念移动了这枚被封闭在玻璃盒里的纽扣，使其移动了数10米，最终达到了指定的位置。而操纵者呢，是坐在3米以外的地方，全程没有近距离的接触。此人正是孙楚林，传闻749局最为神秘的人物之一。孙楚林这个人啊，一身的特异功能数都数不过来。他能让时光倒流，起死回生，还能用意念控制进行远距离传送，能够透视地下的矿藏和人体，能够让水变成油，还能念力制动弯曲钢针，烧毁硬币，爆爆米花，随意指挥煮熟了的花生、豌豆等种子在短时间内发芽。他在一次次的实验中展现出强大的威力，每当他身上的神秘力量一出现，惊人的奇迹也跟着出现，只能是玄乎又玄。到底这是不是真的呢？今天咱们就来探究一下，这孙楚林究竟是真超人还是一个大忽悠呢？事情还得从孙楚林小时候开始说起。那个时候他还跟着奶奶在农村种地呢。一天，孙楚林跟着奶奶下地干活，突然看到地里有一坛子铜钱。孙楚林连忙把奶奶喊了过来，结果奶奶什么都没有发现，只觉得这孙楚林是调皮骗人呢。孙楚林揉了揉眼睛，确定这不是幻觉，于是不甘心的自己挖了起来。结果向下挖了1米深，还真挖出了个装满铜钱的坛子。从此之后，孙楚林就知道自己有些特殊的能力，跟寻常人不一样。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孙楚林还发现自己身上有更多的异能。只是对于这些发现孙楚林从来不敢炫耀，因为他害怕别人认为他是妖怪，抓去研究。于是他一直过着寻常人的生活。长大后还留在了幼儿园当老师。很快时间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上突然出现了一批人，他们号称自己有超能力，一时间风靡全国。这就是当年盛行一时的气功热。这些人不仅没有被当成妖怪，还四处搞演讲，受到了人们的大肆追捧，甚至相关的部门还搞起了研究。1987年，大兴安岭突发特大的火灾，当时号称中国第一气功的大师海灯法师的徒弟严欣收到了一份紧急的邀请，希望他能扑灭大火。于是严欣立马匆匆赶去，在那边待了1个月后终于在火灾被5万居民扑灭的前3天开始发功。果然3天后大火熄灭。严欣也毫不客气，把全部功劳都归在了自己的身上，而且收获了一大批的小迷弟和小迷妹，街头随处都能看到练气功的人，甚至小学生都被父母拉着一起练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孙楚林第一次展示了自己的本事。仅仅靠着耳朵识字和透视人体，孙楚林的名气渐渐疯长了起来，同时也吸引了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沈金川的目光。而沈金川的到来也带着孙楚林走上了人生巅峰。收到沈金川教授的邀请，孙楚林辞掉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迅速加入了人体科学研究所中，之后开始了长达9年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孙楚林展现出了60多种特异功能，涵盖的范畴包括但不仅限于力学效应、生物效应、光学效应、时空效应等等等等。文字是枯燥的，咱们来看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实验。只见孙楚林来到一间房子里，里面放着一个显示屏，而显示屏中间播放的是一个克鲁克斯辐射剂，辐射剂被放在距离孙楚林6米以外的暗室里，而孙楚林除了眼前的实时画面之外，跟辐射剂没有任何的接触。这辐射器是用来测量光和热辐射强度的仪器，强度越高，叶片转动的速度越快。而此时辐射剂的叶片是完全静止的。随着实验的开始，只见孙楚林静静地盯着仪器，2分钟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辐射剂的叶片突然高速地旋转起来，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速度之快甚至高于强光照射之时。而此时把沈金川教授给高兴坏了，因为这说明孙楚林在辐射剂附近形成了一个热量场，这足以证明他身上具有特异功能的事实。实验全程有监控录制，辐射剂旁边的计时器也是读秒的，基本上排除了作弊的可能。随着一个新的实验的开始，监控器下孙楚林坐在距离钟表3米远的地方，当他开始施展意念控制的时候钟表的秒针突然开始停在了原地挣扎，停在了指定的位置挣扎了1分钟，直到孙楚林放松了下来后，秒针又开始若无其事地往前走。除此之外，孙楚林还能在硬币上打孔，孔洞小的台湾教授李嗣涔拿起放大镜才能看到。而后李嗣涔教授还主持了另外一项实验，那就是意识微雕。
在经过几次训练后，孙楚林在镀金的硅片上成功的完成了微雕，分辨率惊人的达到了 1.3 微米。据孙楚林所说他只是把虚拟画面给放大了，之后用想象中的钨丝进行雕刻，这样就完成了。而这就是力学效应。不过相比之下，生物学效应似乎更令人神奇。在1997年的视频画面中孙楚林面前放着一盘豆子，他任意挑选了其中的一颗，开始使用意念。这不到10分钟孙楚林就成功的让其中的一颗豆子发了芽。要知道，这批种子正常发芽率是0，像这样的实验孙楚林早就做了无数次，甚至在一次马来西亚的实验中孙楚林用12分钟的时间，成功让一颗油炸的花生米反生并且发芽，长成了一棵12厘米长的小花生树，至今还在实验室长得好好的。除了小种子孙楚林还能把青苹果给催红，红苹果给反青，煮熟的鹌鹑蛋和鸡蛋也被孙楚林意念反生，就连油炸的大虾也被他召唤了生命。同时把大虾放进嘴里吃，还直夸这味道鲜美的不行。这么一比接下来的实验似乎有点不够看。简单的来说就是孙楚林能够将远大于瓶子的小瓶子放进大瓶子中，而大瓶子的瓶身保存完好，一直保存至今。而这被人们猜测是穿壁或者是突破空间障碍。另外一个就是将一块手表瞬间传送到1000米外的校长室的抽屉里，这谁搞不明白就在孙楚林一门心思搞研究的时候，大师张宝胜突然横空出世，一手穿墙抖药的绝技轰动了全世界。而孙楚林也不甘落后于人连忙来了个梦幻联动。于是沈金川教授赶紧找来了一个硬币放在瓶子里，孙楚林拿在手里随手一抖，硬币纷纷掉落了下来，而瓶子完好无损。而这个实验之所以能够如此的顺利，还得归功于孙楚林师傅们的功劳。原来算出徒儿孙楚林遇到了新挑战，师傅们连夜入梦对他进行了指导，而这些师傅都是孙楚林年幼时遇到的，他的技艺也是从师傅那里学来的。甚至有人说其中一位师傅是外星人，当然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我们也无从考证了。听说孙楚林有这么大的本事，长江航运局立马邀请他进行公开的表演，当时现场人声鼎沸，甚至还有摄像机跟随拍摄。只见孙楚林手拿装满药片的瓶子，使劲发功了20分钟，结果失败了。原来最近身体不适，功力有所欠缺，转眼又来到了4个月后，孙楚林受邀到北京又开始了第2次表演，结果又一次失败了。原来这次是舟车劳顿的缘故，孙楚林身体劳累过度，于是赶紧请来了医学专家照顾孙楚林的身体。几天后，孙楚林又开始了第3次尝试。发力6个小时后，孙楚林宣告第3次失败。这次大概是被现场太多慕名而来的人给吓到可是在第4次表演时，孙楚林干脆摆烂了，直接跟主持人聊起了天更别说什么成功了不过似乎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孙楚林没多久发了个自己抖药的视频，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不过相不相信呢，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毕竟中国第一气功大师严歆在森林火灾后被物理学家何作修以一篇文章道破了秘密，而前一个爆火的师兄张宝胜也在打假鉴定中洋相百出，遭遇打假后就销声匿迹了。至于孙楚林，除了多次公开表演失败后拒绝现场表演之外，还被网友抠出了部分的细节，比如克鲁克斯辐射剂上的灯光掉帧变化明显，放在今天是人都能给你剪辑出来。又比如让熟花生反生的时候孙楚林需要诸多的仪器和小动作，别说换种子了，今天连奶酪棒都能给你换出来。另外魔术大师刘谦也曾用魔术道具表演过类似的实验，着实算不上什么特异功能，不过是剪辑手段或者是手速快罢了。当然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实验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考证。至于孙楚林是真超人还是假神棍，那只有咱观众老爷们自由评说了。孙楚林近些年也会接受一些采访，就像采访中说的那样，现在很少会表演特异功能和人体实验了。可能曾经在人们闭塞的年代，人们认知有限，如今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有类似于魔术的表演可能见光就死，或者现在的观众再也不买账了。但是今年上半年，孙楚林也出席了749局电影的发布会，可能也想让观众一睹这神秘人物的风姿，但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关于这个上个世纪的神秘人物你们认为是真是假呢？